我蹲在街头吃泡面跑客户，收到了公司发来的年终奖250.38元，有零有整，刻意的过于明显。同时，公司群里飘起了热火朝天的感谢刷屏。谢谢老板发的6万6年终奖，明年一定666。跟着楚哥就是爽，今年拿了18万，终于可以换新车了。才来了公司3个月，年终奖居然也有8800，我宣布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此起彼伏的感谢声中，老板楚生宛如接受朝拜的皇帝，说着假大空的场面话。下一秒，我追了半年的大客户终于打来电话。小庄啊，我对你的公司没什么兴趣，却很认可你这个人的努力和勤奋。那个3个亿的合同，我决定还是给了你。什么时候来签约？我捏着电话，突然笑了。周总，合约可以签，只不过得等我换一个公司。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后，周总沉默片刻。入行久了，什么事都见过，苛待销冠的倒是头一回听说。要不是我公司不在国内，我都想挖你来我这工作。你放心，这3亿的单跑不了。等你确定好下架，这单就当是我送你的入职礼物。刚挂了和周总的电话，楚生的语音就发了过来。小庄啊，还在外面跑客户呢，同事们都在森豪饭店808包厢，就缺你了，你也来热闹热闹。我揣着离职的决心，转身往森豪饭店走。到了808包厢，同事们乌泱泱围在主位周围，一个个笑得满脸褶子。谢谢老板发的大红包，明年我一定卯足劲冲业绩，跟着楚哥肯定能再创辉煌。看看18万，这下终于能换辆宝马3系了。楚哥大气。刚入职3个月的张萌挤在人群后面，眼圈红红的。我真的没想到，才来3个月就能拿到8800年终奖，我爸妈知道了都不敢谢。楚哥，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以后我一定为公司鞠躬尽瘁。我站在门口看着这场闹剧，没人注意到我进来，直到楚生的目光扫过门口，才像是刚想起什么似的朝我招手。小庄来了，快坐快坐，就等你一个人了。楚生的几个狗腿子对视一眼，阴阳怪气的开了口，还以为他不来了呢，大年夜还跑客户，能跑出什么名堂？小庄可是咱们公司的销冠，去年业绩顶半边天，楚哥肯定给他发了个大红包吧。我没接他们的话茬，找了个最角落的空位坐下。楚生看我坐下，又开口了：小庄啊，年底跑客户辛苦吧？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还在外面奔波，谈的怎么样了？我抬眼看向他，淡淡开口：还在跟进。楚生一副赏识的模样。好，这股拼劲我喜欢，你放心，公司不会亏待工程的。今年年终奖确实少了点，主要是你去年那个小项目延迟了2天，给公司造成了点损失，所以稍微扣了点。明年好好干，我给你涨工资，升你当销售主管。我心里冷笑，又是这套画饼的话术，5年了，年年画饼，年年落空。谢谢楚总关心。这时张萌凑到我身边，一脸天真的问我：庄哥，那你今年年终奖多少啊？我都有8800呢，你肯定比我多吧？他这话一出，其他人立刻跟着起哄。是啊，小庄，说说呗，让我们也羡慕羡慕。我淡淡开口：不多，250.38元。短暂的沉默后，包厢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250.38，楚哥您也太幽默了吧，这数字选的真有水平。250还38，这数吉利啊，简直是为小庄量身定做的。都别胡说，小庄今年确实有不足，明年好好干，奖金肯定少不了他的。他嘴上说着公道话，眼神里却满是戏谑，根本没把我当回事。接下来的时间里，众人轮流给楚生敬酒，说着各种阿谀奉承的话。聚餐一直持续到深夜，楚生说要去 KTV 接着嗨，一群人立刻欢呼雀跃的跟上，没人理我，我也乐得清静。转身回了公司，整理好自己的文件，里面记录了每一个客户的特性和喜好，这些都是我5年的积累，也是公司永远拿不走的底牌。整理完客户资料，我又将项目跟进记录分别存到了 U 盘和云端，确保万无一失。做完这些后，我打开通讯录，翻出了之前存下的猎头联系方式，我分别给他们发了消息，才回去休息。再次醒来时，是被手机疯狂的震动声吵醒的，全是那3个猎头回过来的。庄建设，我们这边的老板说了，只要您肯聊，薪资上浮50%起步。庄总，我是猎聘的小王，您手里的资源是行业硬通货。昨晚我发了您的盲推简历，今早已经有4家上市公司想约您喝咖啡了。兄弟，别去别家了，直接来我推的这家，这边的营销副总位置空了半年，就等你了。看着这些消息，我心中冷笑。在楚生眼里，我是个只配拿250块钱年终奖的废物，但在市场上，我却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这就是信息差，也是楚生这种井底之蛙永远看不透的真相。我简单洗漱了一下，虽然镜子里的我看起来还是有些憔悴，但眼神却十分锐利。今天是大年初7，开工第1天，也是我在这个公司待的最后1天。刚走进公司，原本热闹的办公区瞬间安静了几秒，他们的目光很复杂，有同情，有嘲讽，不过更多的是看笑话。楚生的狗腿坐在我的工位旁边，指挥保洁阿姨搬东西。阿姨，把这盆发财树搬到我那边去，这位置风水不好，种什么死什么，怪不得有人业绩做那么大，结果奖金还不如我一个零头。我没理会这番指桑骂槐，径直走到自己的工位前。张萌又故作天真的路过，却在我坐下之前嘲讽：呀，庄哥你来了，我还以为你嫌丢人，今天不敢来上班了呢。股东可说了，今天要开全员动员大会，还要宣布关于周总那个3亿大单的喜讯，你可得好好听听。一提到那3亿大单，他眼里满是贪婪，其余人更是满脸期待，纷纷议论了起来，仿佛那笔订单已经是囊中之物一般。但我只是冷冷笑，没说话。没过5分钟，楚生的秘书就过来了。庄经理，楚总叫你去办公室，马上。总经理办公室里，楚生正满面红光的在打电话。哎呀，李总，同喜同喜，今年咱们肯定大发。对，周总那个3亿的大单马上就落地了，到时候请您来喝庆功酒。看到我进来，他挂了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换上了一副施舍的表情。小庄啊，昨晚回去想明白了吗？虽然公司今年给你的奖金不多，但这都是为了激励你。年轻人嘛，眼光要放长远，不要盯着眼前这点小钱。若是以前，我可能会唯唯诺诺的点头称是，但现在看着他这副嘴脸，我只觉得恶心。楚总，您找我有事？楚生皱了皱眉，似乎对我这冷淡的态度很不满。是这样，周总那个3亿的项目，原本是你一直在跟，但是呢，考虑到你去年几个项目都有瑕疵，公司管理层开会研究决定，这个项目的签约落地由张萌来主导，你做副手协助他。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楚总的意思是让我把客户送给张萌？楚生脸色一沉，
什么叫送给他？客户是公司的资源，你能聊上客户都是因为公司足够强大。我警告你，别以为离了你公司就不赚了。这个项目前期铺垫都做完了，现在就是临门一脚，谁去签都一样。既然谁去都一样，那你让张萌自己去签好了，找我干什么？我淡淡的看着楚生，他心里是什么打算，我可太清楚了。张萌毕竟刚来，对细节不清楚，你把所有跟进记录、周总的喜好还有谈判要点全部整理出来交给他，这是命令。他已经气急败坏，但我却不屑一笑。接着，我从怀里掏出一封早就打印好的信封，扔到了他的办公桌上。楚总，恐怕我配合不了了。这是什么？楚生一愣，辞职信。楚生盯着那个信封看了足足3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辞职，庄必凡，你脑子进水了吧？楚生眉头紧皱的瞪着我，一副气得不轻的样子。你也不去打听现在的行情，除了我们公司，谁还要你这种只有几年经验的销售？你以为你是谁？为了拿点年终奖就闹脾气，幼不幼稚？我依旧是面色平淡的看着他。既然我这么差，那楚总赶紧签字吧，省得我留在公司碍您的眼。楚生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直接将辞职信狠狠摔我脸上。滚，马上滚！老子早就想开除你了。这个月工资你1分钱别想拿，还有那250块年终奖，你也给我吐出来。还有，竞业协议签了，2年内不准从事同行业工作，否则我告到你倾家荡产。他以为拿捏住了我的命脉，但我早就咨询过律师，公司没有支付竞业补偿金，协议就是废纸一张。更何况他为了省钱，当初合同里的竞业条款漏洞百出。我小心翼翼地将辞职信收好，这可是我自由的凭证。楚总，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后悔？我会后悔赶走一个废物。庄必凡，我告诉你，没有了公司平台，你连条狗都不如。那个3亿的单子，张萌照样能签下来。我没再多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回到工位，我开始收拾东西。张萌看到我拿着个纸箱子，立刻大声嚷嚷起来：“哎呦，大家快看呐，咱们的销官真的要走了！”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真走了？这么冲动？来，小庄还是太年轻，受不得气。现在外面工作多难找啊！就是跟谁过不去，别跟钱过不去啊！这一走，周总那个大单的提成可就全没了。张萌得意洋洋地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庄哥，刚才楚总说了，你的工作全部交接给我，那些客户资料呢？还有周总那个项目的核心文件都在哪？”我指了指桌上那一摞厚厚的文件，都在这了。每一家客户的联系方式、合同副本和过往交易记录全都在这儿。那是昨晚我为了这一刻特意准备的，全是些百度都能查到的公开信息，以及一些无关痛痒的流水账。至于真正核心的决策人私密联系方式，早就静静地躺在我口袋里的 U 盘里。张萌随手翻了2下，看到密密麻麻的字，满意地点点头。算你识相。行了，你可以走了。以后要是找不到工作饿死了，可以来求求我，说不定我还能赏你口饭吃。我抱着纸巾，看着眼前这张嚣张跋扈的脸，嘴角微微上扬。张萌，送你一句话，有些东西不是你的，硬抢是会烫手的。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司。走出大楼，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置顶的号码。喂，周总，我是小庄，我离职了。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周总爽快的笑声。好，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小庄，既然你自由了，那我们的合作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当然。我看着身后那栋熟悉的写字楼，眼神冰冷。不过在那之前，我想请您帮我看一场好戏。哦，什么戏？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包你满意。挂断电话，我又拨通了猎头那边，一直在挖我的副总的电话。李总，我同意入职，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只要你来，什么条件都行。3天后，原公司要在希尔顿酒店搞那个3亿项目的签约仪式，我要在这个仪式上送他们一份大礼，需要咱们公司的法务和公关团队配合。电话那头的李总沉默了2秒，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爱卿，我就喜欢你这股狠劲，没问题。3天后，我亲自带队去给你撑场子。搞定这一切之后，我头也不回的离开。3天时间转瞬即逝，签约仪式当天，楚生一身定制西装，正站在门口满面春风的迎宾，而张萌穿得像只花蝴蝶一样穿梭在人群中，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接受着各路公文。恭喜楚总啊，拿下这么大的单子，今年行业龙头的地位稳了。哪里，都是团队的努力，也是张萌这孩子能干。楚生笑得合不拢嘴。就在这时，一辆不起眼的出租车停在了酒店门口，我淡定地走了下来。门口的迎宾小姐愣了一下，正要阻拦，楚生却眼尖看到了我，他大步走过来，故意提高了嗓门，让周围的宾客都能听见。哟，这不是我们的前销冠小庄吗？怎么离职才3天就混到坐出租车了？周围响起一片低低的哄笑声，张萌也凑了过来，捂着嘴笑道：“哎呀，楚总您别这么说，人家可能是想来看看离了他咱们是怎么签下这3亿大单的，毕竟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业绩呢。”我平静地看着这对跳梁小丑。楚总盛情邀请，发了那么多条短信让我来管理，我怎么敢不来呢？楚生确实给我发了短信，内容全是嘲讽和炫耀，目的就是想让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血为他人做嫁衣，彻底摧毁我的尊严。既然来了，那就进去找个角落坐着。楚生指了指宴会厅最角落的一张桌子，那是给工作人员和司机准备的。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反驳，只是勾起嘴角，默默地走到那个角落里。楚生拿着麦克风，意气风发地走上台。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莅临创科网络的战略签约仪式。他洋洋洒洒地讲了10几分钟，从公司愿景讲到行业未来，最后话锋一转，今天我们将与海外巨头周氏集团签署一份价值3亿的战略合作协议，这将是我们创科网络里程碑式的一步。台下掌声雷动，楚生享受着这高光时刻，大手一挥。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天豪先生上台签约。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等待着那位传说中的金主。周总缓缓走了进来，与此同时，坐在角落里的我也站了起来。楚生还没意识到不对劲，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伸出双手。哎呀，周总，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快请上台，合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签字了。张萌也捧着烫金的合同夹，一脸谄媚的凑上去。周总，我是项目的负责人小庄，虽然没通过电话，但我对您的项目可是……然而，周总并没有去接楚生的手，自然也没理会张萌，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精准的落在了角落里的我身上。那一刻，原本喧闹的宴会厅莫名的安静。
静了下来。吴总，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楚生脸上的笑容一僵，我误会，周总您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咱不是说好了今天来签约吗？是说好了签约，但我周某人做生意认人不认庙，我的3个亿只投给庄必凡先生。既然庄必凡先生已经不再贵公司了，周总顿了顿，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刀。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种压榨员工、毫无诚信的垃圾公司签约？全场死寂，楚生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他张大了嘴巴，半天发不出声音。张萌手里的合同夹掉在地上，脸色煞白如纸。台下的媒体记者们更是瞬间炸了，闪光灯疯狂地闪烁，快门声响成一片。周总，您开玩笑的吧？这合同细节我们都谈了半年了，而且庄必凡他就是个打工的，是被我们开除的，他何德何能？住口！周总厉声喝断了他。被你们开除，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大年夜只发250块钱年终奖，逼走了你们最大的功臣吗？台下瞬间一片哗然。卧槽，250块年终奖，真的假的？创科这么抠，怪不得销冠要跑，这也太侮辱人了吧！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向楚生，楚生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他慌乱的摆手：“不是这样的，这是造谣。周总，您别听他胡说，我们公司很有实力的，张萌也很优秀的。”优秀！周总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按下了播放键。那是张萌刚才在门口嘲讽我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安静的宴会厅里依然刺耳。离了他，咱们公司是怎么签下这3亿大单的？录音戛然而止，连项目核心需求都搞不懂，只知道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也配叫优秀。周总说完，不再看楚生一眼，而是大步向我走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主动伸出了手，脸上换上了真诚的笑容。庄必凡，让你受委屈了。我握住他的手，微笑道：“不委屈，正好让我看清了一些人。”就在这时，宴会厅的大门再次被推开，天行科技公司的李总正带着一群西装革履的法务团队走进来。李总走到我身边，直接拿出一张鲜红的聘书，大声宣布：“既然创科不识货，那这块金子我们天行要了。我宣布，即日起聘请庄必凡先生担任天行科技合伙人兼营销副总裁，并全权负责与周氏集团的3亿元战略合作项目。这是我们要签的合同，真正的合同。”李总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拍在桌子上，那一刻，楚生和张萌瘫软在地。庄必凡，你这是违规操作，你这是商业欺诈！楚生歇斯底里的吼道，手指颤抖的指着我：“你是跟我签了竞业协议的，你带走公司的客户，我要告你，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他瞪着眼睛，目光像是要杀人。不过这次不用我说话，李总便主动开口：“楚总，为支付竞业补偿金，协议自动失效，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他说着又拿出来一份律师函，这是我们天行法务部送你的律师函，关于你长期克扣庄必凡先生业务提成以及此次恶意诽谤名誉权的诉讼。楚生看着那张律师函，脸色瞬间灰白，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就在楚生还没缓过劲来的时候，台下的宾客席里又有几位老总站了进来。楚总，不好意思啊，既然庄经理去了天行，那我们公司明年的续约合同也转到天行吧。我也一样，老实说，这几年要不是看在小庄随叫随到的面子上，谁忍得了你们公司那稀烂的售后？加我一个，跟着庄总干，我放心。短短几分钟内，现场原本属于创科网络的10几家核心客户纷纷临阵倒戈，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排着队走到我面前，递上名片，握手寒暄。原本是创科网络的签约仪式，硬生生变成了我个人招商大会。楚生看着这一幕，双腿一震，竟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却没人上前扶他一把，只有张萌还在尖叫：“保安呢？把他们赶出去！”可惜没人听他的。签约仪式的闹剧通过网络直播，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行业。创科网络的股价在当天下午开盘急跌停，3天内市值蒸发了60%。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失去了周总的3亿大单，前期为了这个项目垫资的几千万瞬间成了烂账，银行闻风而动，开始抽贷。当我正在天行科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和周总敲定最终合同细节时，听说创科网络财务总监临走前还在公司群里爆了个大料：公司账上没钱了，楚生为了填补窟窿，正在转移资产，大家赶紧把工资要回来。这一嗓子直接引爆了炸药桶，那些曾经嘲笑我拿250元年终奖的同事们，此刻全都傻了眼。拿了18万年终奖的销售冠军候选人，还没来得及提那辆宝马3系，就被告知支票无法兑现。最精彩的还是楚生和张萌的狗咬狗。楚生在办公室里发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张萌头上，都怪你个扫把星！要不是你非要抢这个功劳，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只发250块钱，恶心庄必凡，他怎么会走？怎么会搞成这样？楚生直接扇了张萌一耳光，张萌也不甘示弱，一耳光打了过去。楚生，你个王八蛋！当初是你自己想省那几10万提成，现在怪我！我告诉你，你偷税漏税的证据我都有，还有你为了扣员工工资做的那些假账，还存着呢，咱们谁也别想好过。这一幕被讨薪的员工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当天晚上，税务局和经侦大队的车就停在了创科网络的楼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把我当垃圾一样踢开的楚生，被戴上手铐带走时，连头都不敢抬，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手机里的新闻推送，然后关掉屏幕，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半年后，天行科技在那斯达克敲钟上市，作为公司的核心合伙人，我和李总、周总一起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庆功宴结束后，我拒绝了司机送我，想一个人走走。路边一辆网约车缓缓停在我面前。先生，尾号0250是吗？听到这个数字，我愣了一下，随即哑然失笑。这该死的缘分！看到我的一瞬间，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叫我的名字，又似乎想躲闪，最终只是尴尬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庄总啊，师傅，好久不见。他看着我一身高定西装，看着我手腕上那块价值连城的名表，眼里的悔恨几乎要溢出来。庄必凡，当初是哥不对，我不是人。他的声音哽咽，带着一丝祈求。你看，咱们毕竟共事一场，你现在发达了，能不能？师傅，麻烦去森豪酒店。我打断了他的话，拉开车门坐进了后排。楚生愣了一下，没敢再说话，默默地发动了车子。一路上，车厢里死一般的沉寂。到了目的地，我拿出手机付车费。不用了，庄总，这趟算我请。
取您的。楚生慌乱的摆手，我没有理会。滴的一声，楚生的手机响起了播报音，支付宝到账250元，3角8分。楚生浑身一颤，猛地回过头看着我。楚生，我们两清了。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森豪饭店。今晚我是来参加一个行业聚会的。走进熟悉的808包厢，里面的装修依旧金碧辉煌，只是早已物是人非。酒过3巡，包厢门被推开，领班带着一排几个员工走进来。我随意的扫了一眼，目光忽然停在了角落里那个浓妆艳抹的身影上，正熟练地帮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倒酒。张萌，那个曾经趾高气扬、扬言要给我赏饭吃的老板红人，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当看清坐在主位上的我时，他手里的酒瓶瞬间砸在了桌上。干什么呢？没长眼睛啊！油腻男反手就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张萌捂着脸，却根本不敢看我，只能低着头不停地道歉。旁边的李总见我一直盯着那边，凑过来小声问：“怎么，庄总认识？”我收回目光，端起酒杯：“不认识，只是想起了一个故人。”李总笑了笑，不再追问，举杯道：“来，庄总，祝贺咱们天行上市，祝贺你身家过亿，干杯！”干杯！我一饮而尽，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那些曾经的轻视与羞辱，终究都化作了脚下的尘埃，被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再也不值得回头看一眼。